嗨，好久不见！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铝空气电池，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个装置。这几年热度很高，毕竟都是在往新能源方向发展嘛。像什么汽车装载一定的铝就能行驶上千公里的距离，这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新动力的发展方向。我不会去预测未来是一个怎样的发展趋势，今天只是单纯做一期铝空气电池的制作教程。这种电池或者说这种发电堆靠金属铝就能提供电能，对于我们而言，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向我们提供电力。优点是非常安静。如果你对此感兴趣，那么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空气电池结构。把铝丝放入盐水中，然后放入铜极，你会发现会有电流产生。但是这个电流也在逐渐减弱。如果我把铜极拿出来，用纸巾擦掉盐水，然后再放进去，在那一瞬间，电流的峰值最高，然后逐渐衰落。因为铜极表面一开始有一层空气，在反应中逐渐消耗其中的氧气，电流也在逐渐微弱，直到氧气全部消耗，那么它就变成了纯粹的原电池状态。但凡你做过实验，你就知道原电池的电流很小，而且极为不稳，更何况是单次的原电池。既然正极材料携带空气就能提高输出功率，不妨我们把铜极换成多孔的碳极材料，里面能容纳更多的气体，直接往空气电极方向发展吧。估计电流会提高很多。把万用表换成氨档位，现在峰值电流是140毫安，之前用铜片电流是16毫安。那么我们仅仅只需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吗？并不是，这块空气电极的性能并没完全发挥出来，只是铝极的反应速率太慢，拖了后腿。所以把盐水换成氢氧化钠溶液，把这个碳极吹干，使新鲜空气扩散进去，放入铝极，马上就能冒出大量气泡，这个是氢气。放进氢氧化钠溶液中，测试一下入液的峰值电流，电流大概是260毫安，相比之前用盐水电流又增加了不少。那么这就是最终效果吗？答案并不是。碳极进入电解液中会导致空气扩散效率差，而且电流随着时间在慢慢降低。这个空气电极能不能最大效率从外界扩散空气进去，又能和电解液大面积接触呢？主流的办法就是让这个空气电极一面朝空气，一面朝电解液，就是把容器开一个孔，用密封胶把电极粘上去堵住。好吧，来试试效果。慢慢靠近，电流最高接近1.2安，这样效果显而易见了。而且电流能稳定在这个状态，电压1.3伏左右。这块空气电极的尺寸如画面所示，里面实际反应面积还要小很多。不用猜了，它的电流密度是40毫安每平方厘米左右。像这样笔记本大小的面积可以输出12安电流，如果是双空气结构模式，电流可以达到20多安。现在我们已经了解金属空气电池的基本构造，接下来就是谈谈它的原理以及碳极的制造方法等等。我觉得很有必要做一期温控炉，后面做电极会用到。我的视频比较长，大家先忍一忍。首先需要一个铝加热板以及一个控温器，选一个闲置的金属收纳盒，钻所需的孔，量出尺寸，裁剪出合适的隔热棉。测试加热效果。这个铝加热板长期使用温度可达350度左右，当然可以加热到更高的温度，但是会影响其使用寿命。金属烤出的颜色与温度有关，只要控制好温度，就能烤出比较纯正的颜色。这里只是简单测试一下，并没有进行表面处理工艺，所以这个色彩崩大不了几天。到时候在铝合钛的阳极氧化工艺再细说。
我们大气含氧量20%左右，氧容易夺走其他物质的电子。当氧气渗透进碳基里面时，氧就会试图占有碳原子的电子。常温下碳是不会和氧共享电子的，但是如果碳基因导线连接到活泼金属电极时，比如说铝，它比较活泼，容易失去电子，那么氧气就能在铝那里获得电子。你可以把氧气看成是一个电子泵，使劲在铝那里吸取电子，电子的移动就形成了电流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电。铝失去电子变成铝离子，而氧气得到电子与水反应生成氢氧根，然后再与铝离子反应生成氢氧化铝，然后再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偏铝酸钠，整个闭环就是这样。可能有人会说，碳及气体能进去，液体就不会渗透出来吗？对，这个问题非常重要。我这个容器放了一段时间，并没有漏液，因为这个碳极具有疏水透气的特性。这是本期内容的重点：如何制造效率过得去且成本低廉的空气电极。一般而言，空气电极有3层结构，外面一层是防水透气层，中间是金属集流网，方便输送电子到各个区域，同时也能作为碳极的一个骨架支撑。里面那一层是反应层，反应在这一层发生。想要提高输出效率，可以加一些催化剂，比如说铂银等一些催化剂。我觉得 DIY 做这个的话，要简化工艺和降低成本，输出性能差不多得了，又不是不能用，所以催化剂就免了。然后电极3层结构改成2层结构，一层是金属集流网，另一层既是防水透气层，又是反应层，反应在这个液体的交界面上发生。正如你们看到我手上的这个样品，电极材料质量比10克的活性炭加2到3克的粘结剂就行了。那需不需要加入石墨或者碳黑增加导电性呢？答案是不用，因为经过我的诸多测试，全硬活性炭输出效率反而是最高。可能是因为这个输出电流还没有达到一个阈值，活性炭的电阻对其不受影响。加石墨反而会影响电极的输出效率。活性炭因其多孔的结构更有利于空气的扩散。建议用椰壳制成的活性炭，质地密实，颗粒大小1000目以上为宜。第二就是粘结剂的选择，把活性炭粉末粘结起来，确保它能够成型，就像这样。一般是用聚四氟乙烯乳液来粘结，它的疏水性非常好，这也是主流的办法，但是价格会比较贵。便宜一点的方案就是用一些疏水性的塑料粉末，比如说聚丙烯与活性炭粉末按一定比例混合，用酒精弄湿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加热到该塑料的融化温度区间，用2块铁板4周转孔，然后锁紧螺丝，这样就能产生非常大的压力。有些千斤顶就是这种螺纹结构，这样就能粘结在一起。塑料粉末越小，胶体也更容易分布在各个缝隙，粘结效果越好。或者加热到塑料的熔点与活性炭搅拌，这样胶体更容易均匀渗透，然后压制出我们所需的空气电极。这种适合注塑机一体化成型，但是这种塑料粉末也依旧不便宜，大概80块钱1斤吧。什么？还有没有更便宜的方案？好吧，如果你手头比较紧，更低成本的方案还是有的，那就是用泡沫，材质聚苯乙烯。用有机溶液溶解就行，汽油可以溶解泡沫，但是会聚集成团状，可以用它来粘接活性炭，前提是需要充分搅动，否则碳粉不一定能全部粘接到，这明显是苦力活。进阶一点的就是用油漆稀释剂，它能完全溶解泡沫，只要液体弄湿了活性炭，胶都是能渗透到各个缝隙，都是能粘牢固。但是这种稀释剂是多种有机溶液混合而成，只是味道不太好闻。第3就是用丙酮或者丙酮占比较高的胶水清洗剂，味道可以接受，挥发比较快，电极固化时间可以大大缩短。放到户外干燥就行了，缺点是夏季使用时挥发太快了，除非你动作娴熟，否则你把持不住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用它来粘接一些东西。首先称出所需的泡沫质量，放入有机溶剂里面，我用的是丙酮，然后搅动液体让泡沫充分溶解，直到看不见固体状的泡沫颗粒就行，然后加入活性炭粉。比如说我用3克泡沫，我就要加10克活性炭粉。塑料占比高了会影响电极输出效率，塑料占比低了会影响电极强度，具体看使用场景，在这个质量比区间调整。丙酮不够就再加点，一定要完全弄湿，搅动1分钟左右。涂抹时活性炭粘稠度和雪糕差不多，节约成本就用不锈钢网，金属下方需要垫硅油纸，这样脱模很丝滑。将活性炭涂抹在金属网上，另一面也涂上。
倒入粘稠一点的活性炭浆体在表面，这样有利于表面平整。温度控制在50度左右即可，温度越高，固化越快。同时，也不可避免这些有机溶液剧烈沸腾膨胀所产生的微孔，求稳不求快，慢工出细活。加热2个小时足够了。边角料可以收集保存起来，下次只需要加入有机溶液稀释就能用。检查电极是否有明显的微孔，如果有，就用之前的活性炭浆体修补一下。接下来就是反应池的制作，我用的是亚克力。密封胶用硅橡胶，电路板用的，不建议用玻璃胶，气味非常重，而且会腐蚀金属部件。因为我这次并没有打算使用电解液循环系统，所以留有一定厚度的空间来装电解液，因此这个反应池厚度会增加很多。涂好密封胶，固定碳极。双碳极结构，放3个小时就能固化。测试漏水情况，一般1个小时没有渗水就不会漏了。如果漏水，就用之前的办法修补一下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如果我们需要做很多空气电极，用这种办法显然太累了，对吧？我们可以按照之前的比例调制出合适粘稠度的活性炭浆体，最好使用油漆稀释剂，不建议使用塑料制品容器装这些，可能会出现溶解。将钢碗浸泡其中，然后缓缓提出，切记不可过快，否则会留下明显的水痕。金属碗孔建议小一点，用金属布料，比如电池屏蔽布或是金属泡棉效果更好。晾10分钟就可以完全固化。现在已经全部做好了。至于你们担心电极牢固问题，这个大可放心。这种方式做出来的电极非常漂亮，在保证强度合适的前提下，空气电极尽量做薄些，有利于气体的扩散。测试一下这个4平方厘米面积的电极放电电流如何？大概400毫安左右，还可以吧。电压合适的情况下，可以点亮20个小 LED 灯，一个个组装好，通过串联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，这一点和普通电池的串联方式无异。这孔是后期打上去的，前期设计时忘记了。风扇和 LED 灯功率不大，串稳压2极管降压即可。不锈钢焊锡需要使用助焊剂。现在呢已经是大功告成，只要给它注入正能量就可以发电。氢氧化钠啊，做充电宝、照明灯什么的，直接使用盐水即可。像这种反应池，使用饱和的盐水能输出近1安的电流，使用时间更持久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反应过于激烈，电解液涌了出来。虽然使用氢氧化钠可以提高输出电流，但是这个过程会放出大量热量，反应池里面的温度很高，你把握不住。
同时会置换出大量氢气，并且混合在电解液中在狭小的反应池中会极大影响养极的一个效率。一般是中间石英阴离子交换膜隔开。石英循环系统可以解决以上这些问题，但是已经设计定型了，纯属硬伤，以后有时间再搞个优化版本。现在只要降低氢氧化钠在水溶液中的一个比例，凑合着用吧。单次电压 1.48 伏，电流 2.3 安左右。风扇适应来散热以及促进空气循环。至于灯光，纯粹是为了好看。好吧，给设备充电试试，使用的是一根逆变器。大概可以同时给3部手机充电。本来预期功率是在150瓦左右，现在有点差强人意，只能以后再看吧。好吧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啦。